近日，美英澳再次签署协议，允许美国和英国将敏感的核材料以及相关技术转让给澳大利亚。根据协议，澳大利亚需要负责储存和处置核动力装置所产生的乏核燃料和放射性废物。这一举动引发全球关于核扩散的担忧。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呼吁国际社会严肃看待美英澳核潜艇合作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冲击。美英澳三国为何执意这么做？相关计划又将给地区安全局势乃至世界和平带来怎样的风险？来看看报道。12号，澳大利亚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称，澳大利亚上周在华盛顿与美英两国签署了核动力潜艇合作协议，并于当日提交给了澳大利亚议会。该协议允许三国交换核材料及核信息。马尔斯表示，该协议是澳大利亚海军装备核动力潜艇的关键一步。外界观察指，该协议的签署代表美英澳三国在2021年达成的联盟安全协议正进入实质发展阶段。根据协议，澳未来潜艇推进系统所用的核材料将以完整焊接好的动力装置形式从美国或英国运送至澳大利亚。此外，运送过来的核动力装置所产生的乏核燃料和放射性废物将由澳方负责储存和处置。值得注意的是，协议要求澳大利亚保证不因运送给其的材料出现的任何核风险而要求美英两国承担责任。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预测，澳大利亚将至少从美国采购8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美国海军长期以来坚持采用浓度超过90%的武器级铀235作为舰用核反应堆的燃料，英国也采用同一做法。有观察指，虽然高浓缩铀作为核燃料可以缩小核反应堆体积并减少更换核燃料的次数，但此举将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此外，国际原子能机构现有保障监督体系无法实施有效保障监督，国际社会对相关条款的解读和适用也存在巨大争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4号对此表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损害维护地区和平和安全的努力。三国拼凑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推进核潜艇及其他尖端军事技术合作，刺激军备竞赛，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挑动集团政治和军事对抗，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和有关地区国家已经多次表明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表面上来看，澳大利亚似乎给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包括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来进行沟通，保证自身所获得的反应堆当中的核燃料不会被用作军事用途。但是现在很明显，就监督保障机制，这其实是一个先例。应该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一方面希望能够进行保障监督，但同时具体的方式方面仍然在探讨的过程当中。对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对于国际规则造成的这种冲击，是一个很坏的先例。那么未来后续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的发酵，对于世界的安全产生更多的负面的影响。对于澳大利亚购买英美的核潜艇，其国内一直有反对声音。根据美英澳合作协议，澳政府曾打算在澳东部的肯布拉港修建核潜艇基地，但在澳工会和环保组织的强烈反对下，澳政府至今未做出最后决定。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近日在参加访谈节目时，抨击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是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They're going to have American bases all around Australia, American bases, not Australian, but all around Australia. So AUKUS is really about, in American terms, the military control of Australia. The Albanese government and their policy is likely to turn Australia into the 51st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澳大利亚认为，当前的美国的做法是希望能够与地区盟友之间进一步的绑定，而在绑定的过程当中，以所谓的核潜艇为诱饵，表面上来看是希望增强澳大利亚的军力，带给澳大利亚安全，但是其背后的真实意图是在绑定的过程当中，让澳大利亚为美方发挥更多的作用。尤其是当澳大利亚拥有了核动力潜艇之后，美国当然希望用在南海，使澳大利亚能够分担美国的军事战略的成本，而此时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并没有获得直接的安全方面的收益，反而是有更多的发生冲突的这种风险。再来关注美国大选，眼下美国副总统、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的热度正在持续上升。最新民调显示，在美国7个关键摇摆州里，哈里斯在其中6个的支持率都超过了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眼见自己的民调优势逐渐消失，特朗普15号举行2周以来第2次记者会，能否重新吸引选民的关注？而哈里斯团队也将在16号公布其竞选经济策略的细节，外界对此有何观察？来看看报道。
当地时间14号，美国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哈里斯与特朗普正面交锋中以48%比47%的微弱优势领先。但在7个关键摇摆州的民调中，哈里斯在其中6个州的民调赢过特朗普，包括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密歇根州、北卡罗来纳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而特朗普只在内华达州以3个百分点的优势保持领先。至于5月份的一次关于拜登和特朗普的摇摆州民调相比，哈里斯已经缩小了与特朗普的差距。当时的结果显示，拜登在所有摇摆州都落后于特朗普。当天，另一份民调显示，近一半的美国人表示，致力于民主和遵守纪律等领导人特质更适合描述哈里斯。相比之下，只有30%的美国人如此形容特朗普。不过，民调也显示，美国人在经济和移民等关键问题上不太信任哈里斯。经济方面，45%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有可能处理得更好，而选择哈里斯的比例是38%。在移民问题上也存在类似的差异，独立选民在经济议题上信任特朗普的比例几乎是哈里斯的2倍，而在处理种族平等、堕胎政策和医疗等相关议题上，哈里斯则比特朗普更有优势。在民调优势几乎消失殆尽之际，特朗普计划于当地时间15号下午，在他位于新泽西州的高尔夫俱乐部接受媒体提问。分析认为，此举旨在团结支持者，并通过即兴的公开露面再度吸引媒体关注。特朗普还在其竞选行程中主打经济议题，直戳哈里斯软肋。他14号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场演讲中表示，如果他胜选，美国人的财务状况会更好。他还指责哈里斯在担任副总统期间没有解决通胀和高物价问题。A couple of days ago, and we will have no tax on tips. I said that was my plan. Not only didn't she, I mean, they came up with a plan to go after all these people violently. Then one day she just uttered that sound, but she'll copy a lot of other things too. 特朗普还承诺，如果返回白宫，他将立即开始刺激国家经济发展，美国人的收入和储蓄将再次开始增长。With 4 more years of Harris, your finances will never recover. They're never going to recover.Our country will never recover. 在为共和党造势的同时，特朗普仍不忘对哈里斯进行人身攻击。What happened to her laugh? I haven't heard that laugh in about a week. That's why they keep her off the stage. That's the laugh of a crazy person. I will tell you, if you haven't known it, it's a crazy. 特朗普对哈里斯的持续攻击也引发美国国内的担忧。分析认为，如果特朗普在11月选举中失利，恐怕会重蹈2021年的覆辙，再次耍赖质疑选举结果。针对特朗普的攻击，哈里斯近期的竞选造势主题则致力于增强民众在经济方面对他的信心。16号，他将在摇摆州北卡罗来纳公布经济计划细节，重点在于缓解选民对通货膨胀的担忧。据消息人士透露，他的计划包括降低中产阶级家庭的医疗保健、住房和食品杂货成本，并打击企业哄抬价格。被宣布为哈里斯选举搭档的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近日举行了其首场个人竞选活动，同样主打经济议题。If each of us does an extra shift, an extra hour, a little bit more, we get to wake up on that morning after the election and know that the work we did transformed the lives for millions.Transform generation. 沃尔兹14号还表示，他已同意于今年11月1号与共和党竞争对手万斯在纽约进行电视辩论。另一边，作为特朗普选举副手的万斯也正努力向美国中产阶级宣传共和党的经济政策。We're going to take back the White House. We're going to restore American manufacturing. We're going to restore our whole country, and it's going to start right here. 美国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驴象两党候选人都在密集攻击对手。那么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下周呢，民主党将会在芝加哥举行全党大会，正式提名哈里斯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那么哈里斯本人以及民主党的一众大佬呢，都将会发表演说。可以预料，此前共和党大会火力全开攻击竞选对手的一幕又将重演。只不过呢，这一次特朗普阵营会成为标靶。特朗普上月参加共和党大会，因为刚刚在枪击事件中惊险逃生，他耳朵包着纱布上台，将自己吹嘘成所谓的天选之人。那么以当时的舆论声势和民调分析，甚至有媒体放出了美国大选也已结束的这样的预言。但是呢，正是在共和党大会结束的那个周末，现任总统拜登宣布退选，哈里斯被推上了前台。从过去3周的这个态势发展来看，哈里斯他入局，至少逆转了民主党的落后选情，在全国民调、关键州的民调、竞选经费筹集，乃至是选举造势会
参加人群的规模等等这些个五花八门的指标上，实现对特朗普阵营的追赶乃至反超。目前呢，哈里斯他的全国民调领先特朗普，但是呢，当年希拉里就是赢了选民票，但是呢，输了选举人票，最后败给了特朗普。因此，专家普遍认为，决定今年美国大选赢家的，一定还是关键摇摆州的投票结果。目前在7个关键州中，2位候选人是互有胜负。我个人分析，目前呢，美国选战正在重回军事，谁都有赢的希望，也都有被击倒的可能。下周揭幕的民主党大会，包括接下来的特朗普与哈里斯的电视辩论，会不会有助于打破这样一种军事，或者呢延续激烈的缠斗，乃至会不会再度发生类似特朗普耳朵中弹这样的黑天鹅的事件，值得密切关注。毕竟呢，今年这个美国大选年，美国政坛发生的没有最奇葩，也只有更奇葩的一连串的非常事态，已经单手是数不过来了。很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周三，特朗普他在关键摇摆州之一的北卡罗来纳州发表竞选演说，他的设定的话题聚焦经济。我个人认为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特朗普他在演说中强调，经济是今年美国选民的头号关切，而特朗普选战的策略现在也在因应选情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也就是要聚焦拜登政府的所有的经济政策，将它打包冠名为所谓的Kamala Economics， 也就是所谓的哈里斯经济学，作为特朗普头号的攻击标靶。那么，无论驴象联党，他们呢都是信奉所谓的强势竞争，决定国家竞争前景的，它是经济，而决定最终大选走向的也是经济。就像美国总统克林顿当年上台所成功喊出的那句竞选口号 "Stupid, it's economy"， 笨蛋是经济。